婶婶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明明爸妈每个月也给你打了生活费，你为什么还是不待见我？大家伙好好看看，这就是那个虐待侄女的恶毒婶婶，不管吃不管穿，还逼着侄女干活，这还是人吗？依我看，这种人就应该送进去蹲局子。我砸锅卖铁把侄女送进清北，却被他的一本日记盯上恶毒婶婶的骂名，全网唾骂，身败名裂。嫂子，发什么呆呢？接一下孩子，我这还赶时间呢。我重生了，婶婶，今后就麻烦您了。回到了林毅刚被送来的这一天。嫂子，你看，小艺今年刚好复读，和你家念念是一个年级，你照顾一个孩子也是照顾，两个孩子也是照顾，对吧？多双筷子的事儿。我劝你，现在把孩子领回去还来得及，我可没多余功夫给别人养孩子。怎么会没功夫呢？我哥常年在外地，他特地嘱咐过我们，有事儿就来找你帮忙，不然你在家里也没事做，所以我们才把小艺带来了。小艺，以后就住你婶婶家了，要听话，知道吗？有事跟你妈和我打电话。爸走了啊！本想放过你，没想到给过你机会了，你也抓不住。既然如此，那也别怪我。600，一个成年的孩子光吃喝拉撒，连买菜钱都不够，还想和上辈子一样把我当冤大头使唤。可惜这次你这如意算盘注定要空了。婶婶今天的表现和记忆里好像不太一样，难道发生了什么变动吗？上一世，我看到这600块，心里咯噔了一下。这点钱连孩子半个月的花销都不够，可我怕戳穿了，会让林毅伤心难过，就什么也没说，而是自己默默贴补着，大到几千块的补课费，小到一套学习用具，我硬扛着经济压力，从来没亏待过他分毫。结果呢，我倾尽所有，却亲手养出了一条不知感恩反咬一口的白眼狼。婶婶，我爸他给您转了多少生活费啊？是不是不太够？要是不够，我可以不吃晚饭的。又来了，用这种话术来试探我。如果我心软，就会像前世一样打肿脸充胖子的说够了够了。这一世，你那对好父母的遮羞布，我可不会再替他们捂着了。小艺啊，你看，你也是成年人了，有些话咱们得提前说明白，免得日后生了嫌隙，伤了我们叔侄间的感情。婶婶你说，你住在这里，所有开销我们都得说开。你爸妈……妈，我回来啦！念念回来啦，快洗手吃饭。咦，林毅姐，你来玩啦？念念，以后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啦，多多指教。欢迎你。念念，你过来一下，正好当个见证。小艺，刚才你问我你爸爸转了多少生活费，你看是600元整。为了公平起见，咱们得把账算清楚。这个时候怎么会只有600？我明明记得学费也是用生活费交的。对，还有学费，这肯定又是苏晴想拿捏我的手段。叔叔怎么真的只发了600块？妈，这怎么够啊？食堂一顿饭都要10几块呢。婶婶，我爸妈在外面打工也不容易，600块可能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。没关系的，我在学校可以只吃馒头，在家里可以不吃的。看，既暗示了自己家境贫寒，又把自己塑造成懂事的让人心疼的样子，顺便还给我挖了个坑，
好像是我不让你吃饭一样。小易，别说这种话，你爸妈不容易，我难道就容易了吗？你住在我这儿，总不能让我白白倒体吧？你看，房租就算你600，水电煤气100，这加起来就700了。你爸爸给的连住的钱都不够，这还没算你每天早晚2顿饭的伙食费呢。你也是成年人了，应该知道现在物价有多贵吧？所以啊，小易，这600块我就先替你收着，用来抵扣房租。至于伙食费和其他开销，我是真的1分钱都拿不出来了。以后你在家吃饭，每顿我都会记账，月底你再打电话让你爸妈一起转给我。听明白了吗？上辈子大鱼大肉的伺候你，换来的却是你颠倒黑白，背地里不知道告了我多少状。你们一家3口不是最喜欢说我不讲情面吗？那这一世，我就让你们看看，什么才叫真正的不讲情面。明白了。念念，走，妈带你出去吃大餐，庆祝我们家账目清晰，免生误会。苏晴，你竟然敢真的这么对我！等我考上清北，出人头地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。念念都想问什么，跟妈妈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妈妈，那我想问的可太多了，比如为什么表姐突然来咱们家，还有叔叔真的就给了600呀？他到底怎么想的？还有，妈妈怎么和之前不一样了？上一世，林建国根本不管林毅，到后来连每月600都不给了。我被他们蒙骗，省吃俭用，咬牙承担了他复读和补习班的开支。可怜我的念念，明明正是高3压力最大的时候，却要跟着我一起让步。我把本该给女儿的爱和资源，硬生生分给了一个外人。婶婶，是给妹妹买了蛋糕吗？是啊，念念今天18岁生日呢，她最喜欢街角那家的草莓冰淇淋蛋糕了。真羡慕妹妹，我还从来没吃过冰激凌蛋糕呢。小易，你先把蛋糕放冰箱，等念念回来我们一起吃。那晚我临时加班，林毅偷吃了念念的蛋糕，却又把这件事栽赃到我头上。他次次算计，步步挑拨，终究让念念对我彻底失望，连听我解释的信任都没了。妈，你怎么哭了？我没觉得你对表姐不好，我就是觉得妈妈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不管是以前的妈妈，还是现在的妈妈，我都喜欢。醋血鬼。来，吃饭啦，都是你爱吃的。苍天有眼，让我还有机会弥补我的念念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会把最好的爱全心全意的给我的女儿。喂，王老师，您好。喂，是林毅的家长吧？我是他的班主任。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咱们复读班的学费12000元，大部分同学都已经交了。林毅这边一直没有动静，您看是不是尽快处理一下？哦，学费的事情啊，我知道了。那您大概什么时候能交呢？我最近手头有点紧，等我周转开了再说吧。麻烦老师了。手头紧，骗谁呢？前几天还带林念去吃大餐，现在轮到给我交学费，就手头紧了。果然，他就是不想管我。前世也是这个电话，我当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连夜找朋友借钱给他交学费。可他呢，不仅没有感谢，换来的还是指责和埋怨。哼，这一世，这个锅我可不背。12000的学费就该让你的好爸爸来出。
念念，今天模拟考进步了，妈给你买个大蛋糕奖励你，随便挑，最贵的那个也行。真的吗？妈妈，你太好了！我要那个草莓木塔塔。就要那个最大尺寸的草莓慕斯，再来2杯手打柠檬茶，打包带走。一个蛋糕就快600块，他宁愿花这么多钱买一个没用的蛋糕，也不愿意给我交那12000的学费。在他心里，我到底算什么？哎呀，小易，你看我这记性，光顾着给念念买奖励了，你也想吃吗？要不你自己花钱也买一个？不用了，婶婶，我不喜欢吃甜的。哦，不喜欢啊，没关系，那就算了。走吧，回家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婶婶明明应该很喜欢我的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很好，鱼儿已经开始急了。林毅，去吧，去老师那里告状吧。我为你准备的舞台马上就要搭建好了。林毅的家长，今天请你来还是为了学费的事儿。刚才林毅同学跟我说，你不愿意给他交学费是吗？老师，不怪婶婶，可能是我做错了什么，惹婶婶不高兴了。家长，不管有什么家庭矛盾，都不能耽误孩子的前途啊。12000的学费对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小数目，但这是孩子一辈子的事儿。王老师，您误会了，不是我不想交，是我实在没有这个义务，也没有这个能力啊。什么意思？你是他的监护人啊。老师，您误会了，我只是他的婶婶，他来我家借住，他父亲是承诺过会承担所有费用的。婶婶，您怎么能这么说？我爸妈在外面打工那么辛苦，他们把生活费都给您了呀。没错，你爸爸是每个月都给我打生活费了。老师，您猜他一个月打了多少钱？多少？总得有2、3千吧。老师，您自己看，一个月600块，连房租水电都不够，我自掏腰包管他吃喝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现在还要我替他那不负责任的爸妈再掏12000的学费，老师，您评评理，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？不是的，我爸爸他只是暂时困难。暂时困难就可以把女儿像包袱一样甩给我吗？老师，空口无凭，不如我们现在就打电话问问他的好父亲。二饼碰。喂，谁呀？建国啊，我是嫂子，忙着呢，连学费都忘了给小易交了呀。嫂子，小易现在不是住在你们家吗？要我说啊，这把孩子都交给你了，学费你就帮着交一下呗。你们一句话不说把孩子送来，一个月600块够干啥？这我都不计较了。复读费12000，你们也想白嫖？你自己跟老师解释吧。学费的事，老子赢了，今儿个都不许赖账。家长你好，按照规定，未交学费的孩子只能先回家自学，缴齐后再返校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这就转。老师，你让林毅接电话。学费不是爸爸交的，竟然真的是婶婶。喂，林毅，喂，死丫头就会花老子钱，连哄着你婶子把钱交了都不会。等后天工地把我跟你妈的钱结了，我就给你交。这几天在你婶子家好好复习，今年你要是再考不上好大学，你自己看看你能对得起谁？难道这学费真的是婶婶交的？不对，爸妈这次只是忘了，苏晴怎么会这么好心？只是忘了。婶婶，我知道我来借住，
给你添了很多麻烦，但你能不能别这么对我？能不能变回以前那个好婶婶？婶婶，我知道我爸妈让我来借住，给你添了很多麻烦，我可以去住校的，我可以不给你添麻烦。你能不能别这么对我？能不能变回以前那个好婶婶？小易，不是婶婶要这样对你，你也亲眼看到了，亲耳听到了，你爸爸妈妈根本没给我足够的钱，你伯伯一个月也没多少工资，婶婶家里也不是开银行的，你复读这12000的学费，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哪里能轻轻松松拿出来呢？可是，小易，你回想一下，你小时候来婶婶家，我哪一样东西不是买双份？念念有什么，你就有什么。你现在脖子上戴着的黄金平安锁，是你出生那天我亲手给你戴上的。婶婶要是真有钱不疼你，何必从小待你如亲女儿一般？好了，小易，不哭了，先回教室好好上课，今年复读要好好努力，你爸妈都等着你呢。那婶婶，我先回去了。去吧，好好学习。又想用眼泪拿捏我吗？可惜我早就不吃你这一套了。我就是要把话摊开说，让你记住我曾经待你有多真心。现在你所有的难堪都是你自找苦吃，有口难言也是你该受的。妈妈，你怎么来啦？想我的宝贝女儿了呗？喏，给你买了点吃的，先垫垫肚子，学习了一天肯定饿坏了。谢谢妈妈。再给你100块零花钱，放学回来路上看到什么想买的、想吃的，直接买，不用省着。妈妈，100块太多了。那堂姐呢？她今天好像心情不太好。不用管你堂姐，念念，你要记住，妈妈赚的钱就是给你花的。上一世我就是太在乎所谓的一碗水端平，处处委屈念念，把本该属于她的爱和资源分给了林毅。这一世我所有的爱只会给我唯一的女儿，至于别人，我们管不着，也没义务管。我知道了，妈妈。念念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说？妈妈，其实我不太喜欢堂姐。为什么呀？跟妈妈说说。以前和堂姐一起学习的时候，她总爱让我停下来给她讲题。我要是不马上讲，她就会在旁边摔东西、叹气，弄得我特别紧张。而且她有时候会不打招呼，就拿我的习题册和卷子看。被我发现了，她就说我这里错了，那里做的不好，好像我做错了什么一样。这些事，上一世我都当成了孩子间的小事，我从来没有认真在意过念念的学习节奏和情绪，我真是个不称职的妈妈。妈妈，我不想她再这样打扰我学习了。我想安安静静刷题，不想被打断。是妈妈不好，以前忽略了你的感受。以后你有什么不喜欢的，或者谁让你受委屈了，一定要告诉妈妈，妈妈来保护你。
至于你堂姐，你不用理她，也别怕她。以后我们家，你才是唯一的主人。念念，慢点儿，青菜也要多吃，这样才能营养均衡。知道啦，我一定会都吃光的。以前婶婶也是这么照顾我的。妈，堂姐，你们继续吃，我有个卷子没做完，要先回屋哦。快去吧，这些我一会儿收拾。婶婶，我来洗碗吧。不用，婶婶来洗就行。婶婶，我是真的很想帮忙做点家务的，你就让我洗吧。我住在您家里，什么都不干，心里真的不踏实，不然我都不安心在你家住下去了。演，继续演，我倒要看看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你这孩子就是有主意，既然你非要洗，那就去吧。洗完就去好好学习啊，高3了，别落下功课。念念，走，换衣服，妈妈带你出去一趟。去哪儿啊，妈妈？去了你就知道了，好事儿。婶婶，你们要出去吗？带念念出去办点事儿，你在家好好学习。苏女士，您放心，我们这里的老师都是带过多届高3毕业班的资深教师。根据念念同学的成绩单来看，她的基础很好，如果进行1对1的针对性拔高，冲击顶尖名校的希望非常大。上一世，为了所谓的公平，我让念念和林毅一起上费用较低的大班课。林毅本就基础差，跟不上不说，还总是散播负能量，影响了念念的学习状态。这一次，我不可能再犯同样的错误。老师，我们就定这个最顶级的 VIP 1对1课程，钱不是问题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用最好的老师、最好的资源，帮助我女儿实现她的梦想。省下林毅那12000的补习钱，加上不用再掏他的那一份，正好够给念念请最好的私教。这笔钱花得值。没问题，苏女士，您真是位有远钱的母亲。支付成功，15万元。念念，今天你先在这里熟悉一下，晚点我给你打车来接你。我一定会努力的，妈妈路上小心。这一世，我和女儿的人生都将驶向一个截然不同、光明灿烂的未来。婶婶，你和妹妹去哪儿了？我作业有道题，想问问妹妹呢。哦，我带念念去补习班了，刚交完费，今天先熟悉一下课程。补习班啊，我还以为婶婶你家真的没钱了呢。白天交学费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小易啊，这补课班是在你来之前的暑假就定好了的，钱也早就交过了。你这话说的，好像我故意藏着钱不给你花似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婶婶，我也想去补课，我的成绩……你想去？当然可以啊。真的吗？谢谢婶婶。别急着谢我，我同不同意有什么用？关键得你爸妈同意啊。来，婶婶手机给你，你现在就给你爸妈打个电话，跟他们说一下补课的事。只要他们同意出钱，我马上把补课班老师的微信推给你爸，让他交完钱，你明天就能去上课了。
怎么不打？快打呀！你爸妈要是真关心你的学习，这笔钱肯定会出的，这可关系到你的未来呢。啊，不用了，婶婶。我就是随便问问。其实我不用去补课的，每天光做学校的作业就会花掉很多时间了。到时候让妹妹给我讲讲上课讲了些什么就好了。她学得那么好，肯定能教会我。呵呵，小易，你可真会想。都高3了，时间多宝贵啊！念念白天要上学，晚上还要去补课，回来做完作业都几点了，她也很累的。你就别给她增加额外负担了吧。再说了，学习上的事儿有不懂的，你可以第2天去问老师，或者问问班里的同学，他们肯定都乐意帮忙的，何必非要占用念念休息的时间呢？是啊，婶婶说的对。那我先回去学习了。哼，毕竟是个孩子，这一世，只要你老老实实度过高3，吃穿用度，我不跟你计较。嘘。这下婶婶应该也会给我报补习班了吧？哟，这是演谍战片呐！老婆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虐待林毅了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大哥，你到底管不管？孩子都送到你家了，大嫂不想要就别答应啊！现在成天给孩子虐待的，不是哭就是不说话，好好的人变成这样，你啥意思啊？就顺带照顾个孩子，你们有啥不跟大人说？有必要跟个孩子置气吗？还只给你们家念念上补习班。我告诉你大哥，你别以为就你家林念是宝贝，我们家林毅也是。你居然说得出口？虐待，你也配说这个词？不喜欢就别答应。我什么时候答应让林毅住进来了？那天早上我一开门，他就拖着行李箱站在门口。你弟弟弟媳连个招呼都没打，先斩后奏把人扔过来，现在反倒倒打一耙。话也不能这么说。还有，你那个好弟弟，每个月只打600块过来，还好意思让我替他女儿交12000的学费，合着我们全家都得给他们当冤住头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老婆，话别说那么难听嘛。小易那孩子不也是你从小看到大的吗？他小时候天天在咱们家，你多喜欢他呀。别跟我提这个，你弟弟从他半岁就把他丢到我们家，我养了他3年。要不是看在他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份上，我当天就把人赶出去了。结果呢？你要是真那么心疼他，正好，他现在也想补课，你去把他的补课费交了。哎呀，老婆，我哪有那个钱啊？家里的钱不都是你在管吗？那不就得了？你真以为你那点工资很多吗？学区房房租、水电、念念的学费、1对1补课费，这半年我已经花出去8.7万了，他亲爸妈都舍不得为他花1分钱，难不成要我放着自己的孩子不养，去倒贴他的？幸好我从没告诉他，我写小说每个月收入不菲，不然就靠他那点死工资，想在重点高中旁养2个孩子，简直是做梦。行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我们能管他吃管他住就已经仁至义尽，他的人生是他亲爸妈的事儿，跟我们无关。你有这功夫，不如多操心操心念念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没用？
爸爸不是告诉大伯了吗？婶婶为什么还是不给我报名？听到又怎样？跟你爸妈说又怎样？吃喝我可没亏待你，想花我的钱，哼，门儿都没有。重生回来这半个学期，总算看到点不一样的结果了。不枉费我花大价钱请的1对1辅导，真是争气。没有我的督促，没有念念给他讲题，也没有额外的补课，成绩果然一落千丈。听说他在学校里独来独往，心思根本没在学习上。有事说。什么态度？求人办事还当自己是大爷，连句称呼都没有，也好意思来质问我？敢挂老子电话！你挂我电话干啥？我没听到称呼，还以为是陌生人。有事吗？我女儿成绩怎么下降这么多？弟弟，这话你该问你女儿才对。2个孩子我可是喂的一样的饭，怎么半个学期下来，念念在进步，就她原地踏步甚至退步，心思在哪儿？你不比我清楚。嫂子，我是看在你是我哥老婆的份上，才对你这么客气。再不好好说话，这电话我不会再接了。我告诉你，之前他一直在100多名，一住到你家就掉到200多名，这事儿你必须负责。第一，高3难度陡增，成绩变动本来就正常。第二，你要是真觉得是住我家的问题，那就把他接回去住校。你自己想清楚。嫂子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就是好像听说念念成绩不是一直挺好，都是亲姊妹，平时让念念多帮帮她姐。还有，我听说念念好像在上1对1吧？你让那老师教1个也是教，教2个也是教，怎么能对2个孩子还厚此薄彼呢？弟呀，不是我不让，这对1和1对2价格可不一样，人家老师能白教1个孩子。你要是想要小一跟着学，我把那老师微信推给你，你自己和他聊一下，好像也就1万多。你们2人都外出工作赚钱，不至于不舍得孩子这点补课费吧？我听说念念在上1对1，我听说念念成绩好，听说……这个听说是听谁说的，还真是好猜啊！哼，看来没少在他那对宝贝父母面前告状啊，把我塑造成一个苛待他的恶毒婶婶，自己就成了受害者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会演，那我就陪你慢慢演下去。这一世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我给你铺路，你最终能走到哪一步。婶婶，之前半个学期家里的碗大多都是我洗的，但是我成绩下降你也看到了，我不像妹妹能有1对1的补课，所以我想多花一点时间在学习上，以后我就不做家务了。太好了，小易，我之前就跟你说过，让你别做家务，你非得要做。现在你能主动想通，愿意把更多心思放在学习上，这可真是太好了。你看，我早就说了，学习最重要嘛。你爸爸要是知道你这么上进，肯定也会很开心的。快，吃完了赶紧和妹妹去上学，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，一点都不用。我知道了。婶婶，我和妹妹去上学了。跟我玩心眼，林毅，你还是太嫩了点。你以为这样就能抓到我的把柄？恰恰相反，你浪费的只有你的学习时间。
小易，应该只是巧合吧？在这个不属于我的家里，连呼吸都觉得是错的。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。上一世他也是这样，难道这一世一切都提前了？原来如此，林毅，这就是你的反击吗？很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记录这寄人篱下的痛的。我和妹妹同一天上学，沈记得交了妹信的学费，却没给我交，直到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被催缴学费，她才在电话里不情不愿地答应过来。那一刻，我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原来我终究是个外人。天哪，这个婶婶故意的吧？心疼妹妹，寄人篱下真的好苦啊！抱抱你！建议博主赶紧搬出去，这种人简直难以置信。终于有人问到点子上。我看到前一天我爸爸给他转账了。看到了吧？钱都给了还不交，就是纯粹的坏。博主你太善良了，还替他说话。玩这种文字游戏，林建国卡着点转12000的学费，而我给念念交学费用的是我自己的银行卡。你只说看到转账，却不说转的是什么钱，真是好手段。婶婶每天都给妹妹买了小蛋糕、奶茶什么的诶，要是我不是借住在婶婶家里就好了，也能吃到我妈妈买的小蛋糕吧。其实婶婶不用偷偷放在妹妹房间的，可以光明正大吃的，我又不会有什么想法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！1块蛋糕能有多少钱？楼主别难过，你婶婶太小家子气了，这种区别对待真的让人窒息。之前不是说给了生活费吗？我求你能不能把钱还给妹妹，让她自己生活，别这么折磨人了。诅咒我的孩子，就为了1块我凭什么要给你买的蛋糕？冷静，愤怒解决不了问题。林毅，你发的每一条动态，写的每一个字，都将是呈堂作证。我等着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原来是在这儿学的，是把这些与网友当成自己的靠山了。果然如此。看来网络上有很多不受引导的人。林毅，你想利用舆论，可舆论是把双刃剑，我倒要看看，当真相浮出水面时，你该如何收场。自从发现林毅的那个账号，我每天都会抽空看看，看着他如何颠倒黑白。上一世，我就是这样被毁了，还连累了孩子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让历史重演。林毅，如果你真的敢迈出那一步，就别怪我了。昨天给他俩买了奶茶，结果早上林毅说没喝完的洒床上了，如果不打扫，这种天气绝对会有蟑螂的。
最近成绩下降这么多还玩手机，怪不得林建国要给我打电话。这回林建国可不能再冤枉我了吧？你凭什么进我房间？你还给老师告状，老师让我下午把手机带过去，说高考后再还我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首先，这是我家，我租的房子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包括你的房间。其次，我进去只是想打扫卫生，你自己早上说奶茶洒了，要我帮帮你，我给你换了4件套，不小心发现你还私藏了智能手机。作为长辈，你成绩下滑我也是看在眼里，而且你爸爸总跟我打电话，也是他要我收你手机的，我肯定不能让你继续误入歧途，但我只是婶婶，总不能自己藏着你的手机吧？说到底，我也都是为了你好。念念，饿了吧？快过来吃饭。妈妈，不叫姐姐吃饭吗？他想吃自己会出来的，我给他单独留了一份。快吃吧，菜要凉了。他不吃饭，下午上课肯定会饿。算了，他也没发帖使坏的工具了。至于吃不吃就是他的事儿了。反正我自认为已经做到了一个婶婶应尽的义务。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我先带孩子回去检查一下脚踝。小叶别怕，有婶婶在。婶婶回头让念念帮你补习，你先好好养伤，不会耽误学习的。好像上一世真的有过这么一回事，那时候我心疼他，接到消息，立刻放下手里的事，火急火燎地往学校赶。可结果呢？换来的是什么？还是交给他爸妈处理吧。这次你是微微扭伤，下次一定要专心走路。现在是学习的紧要关头，不要分心。
如果心里有压力，你不能自己憋着，最好跟家里人好好沟通一下。有些事情大人出面比你自己硬扛要好得多。手机先还给你，有事及时跟家里联系，别再一个人偷偷藏着了，知道吗？谢谢老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？以前婶婶总是事事都替我扛着，可现在婶婶和我的交流很少，我学习也学不进去了。喂，小易啊。妈，哎呀，我的宝儿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别哭啊，慢慢跟妈说。妈，我撑不住了。妈，我学习一直上不去，脚还崴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别怕啊，妈不怪你，咱们慢慢学啊。学婶婶会给你叫了车，一会儿你去校门口等，知道吗？补习的事儿跟老师说了没有？说了，老师说让叫家长自己在课下补。哭什么哭？你不知道好好走路吗？在学校有问题怎么不多问老师同学？你是不是被他招脸谱了？你吼孩子干什么？小易，别听你爸的，他就是着急。我跟你爸在外地，这千里迢迢的，想回去也回不去啊，这可怎么办？那要不你给你婶婶打个电话，跟她好好说说，让念念帮帮你。以前小易你在学校有点什么事儿，不都是你婶婶跑前跑后帮你处理的吗？打电话有什么用？你以为我没想过吗？人家苏晴早就给我发消息了，就叫了个车，之前也说了让自己花钱补，态度明明白白的，就是不会管。他现在巴不得看我们笑话，怎么可能还会让念念出头？做梦吧！婶婶早就知道了，她不仅给我叫了车，还特地给爸爸发了消息。我真不告电话，你要不得权你咋的？啊？你冲我嚷嚷什么？他怎么能这样啊？小易还是个孩子，他就真这么狠心，一点旧情都不念吗？我早说了他变了，早就不是以前那个苏晴了。可这不一样啊！这是小易唯一一次复读的机会了，这事关小易的前途啊！以前小易在学校，哪怕就是跟同学闹个小别扭，磕了碰了，不都是他婶婶第一个跑前跑后去处理的吗？怎么现妈，妈在呢，宝儿啊，你别……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什么了？你说以前我在学校有事，是不是都是婶婶管的？傻孩子，你不会都忘了吧？你以为我和你爸干工程，天天在外地，你从小是谁把你带大的？那时候我和你爸没办法，要出去打工挣钱。你刚出生没多久，我们就把你送到你婶婶家了。那时候念念也才刚会爬，你婶婶一个人带着你们两个小的，你小时候吃的穿的，哪一样不是你婶婶精心给你准备的？你体弱，3天2头就感冒发烧，半夜里都是你婶婶抱着你去医院挂急诊，一直到你5岁，我们才把你从她身边接回来。后来你上高中要复读，要不是我们实在走不开，是真的不敢再把你扔给她了。我们亏欠你婶婶的太多了。以前不管大事小事，只要是你的事，你婶婶从来没有推脱过一次，比我们这2个当爸妈的还要上心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我不是没人疼的孩子，我曾经被那样真切的、毫无保留的疼爱过，是我自己亲手把这一切都毁了。
傻孩子，你从小是谁带大的？你心里真不清楚吗？3月之日。你们看，这个班时间最合适，老师也很专业。是啊，那些本来就是婶婶自己辛苦挣的钱，她想给谁花，想怎么安排，都是她的自由。我凭什么贪心？凭什么乱吃醋？还一次次误会她，跟她置气。晚了，好像一切都已经晚了。我把婶婶的真心全都踩在了脚下，反复糟蹋。你真是个混蛋！我要做点什么，我必须做点什么来弥补。念念回来啦，刚好温了牛奶。手机，他竟然把手机拿回来了，老师不是早就没收了吗？难道又想像上一世一样，在网上编造谎言吗？上一世，我掏心掏肺对他好，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这一世，我不过是收回了多余的善意，他就又要故技重施。他最好别搞事，否则我绝不客气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婶婶才是最好的人。如果我现在说出真相，我怕被人指指点点。比起婶婶平白受的委屈，我这点脸面又算得了什么？既然做错了，既然想弥补，就不能再当缩头乌龟。多吃点儿，看你最近学习辛苦，都瘦了。谢谢妈妈，外面的饭虽然好吃，但妈妈放心，我心里妈妈的才是最好的。要不要给林毅也带一个回去？妈妈，怎么了？刚刚吃饭的时候，你不是问有没有被人欺负吗？我突然想到，怎么了，念念？是不是真有人欺负你？你别怕，跟妈妈说，妈妈去找老师。哎呀，不是啦，妈妈，我真的没有被欺负。不过，表姐她最近好像过得不太好，她今天在办公室哭了很久。表姐是摔倒啦，妈妈已经把她的情况告诉她爸爸妈妈了，那是她自己的事。而且下午妈妈第一时间给小艺叫了车，也在她房间里放了药。我们念念呀，只用学好自己的学就够了。
还好重来一世，我和女儿已经规避了所有的风险，我绝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我们。都这个时间了，他还没睡。我倒要看看这一次，我已经这么温柔的对你，你还能怎么编故事？这次一定要第一时间截图，留下所有证据，绝不让悲剧重演。这是在以退为进吗？还是说是蝴蝶效应？前世没有这样的情节，记忆里林毅从不会说这样的话，也不会承认错误。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会看着你的。不管他们是突然良心发现，还是想换种方式来拿捏我，这都是我应得的。前世我为他们家倒贴的时间、金钱、心力，本就该千百倍的还回来。婶婶，我来吧。真心也好，假意也好，只要能相安无事到高考结束，就再好不过了。这一次这么久没动静，难道真的改好了？虽然还不知道你想做什么，但我不会轻易放松警惕。喝别人心血的时候，怎么那么心安理得？这种文还有人看？文笔差就算了，连故事都是偷的。已经举报了。
又是这样，又是这样，明明一切都不一样了，怎么还是无法改变结局？反击的帖子完全没有热度，要不联系一下记者？不行，快高考了，不能打扰到念念。大家请看这组结构重合度对比，左边是苏晴的原作，右边是那位大神的书。从故事的核心逻辑树、人物动机的波形图，再到每一个剧情转折点的高潮模块，重合度高的惊人。这根本不是巧合，这是像素级的洗稿。通过以上对比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，两部作品除了题材相似，其核心内容和表达方式完全不同。所谓的调色盘，存在大量恶意曲解和断词取义，因此抄袭指控不成立，这是非常明显的有预谋的恶意污蔑。反转了！我就说怎么看都不像抄的。感谢博主，终于有专业人士出来说句公道话了，差点冤枉一个好作者。我就知道秦大没有抄，我们终于等到澄清了。不对，太巧了，那个博主从不掺和这种事，为什么偏偏在我最惨的时候突然出手帮忙？求求大家帮帮我婶婶，她没有抄袭，她真的很努力很认真在写作，那些证据都是真的，求求你们看一看。不是的，我婶婶真的没有抄。你们看这个大纲时间，求求你，可以去看看我婶婶的澄清原帖吗？证据都在里面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原来是他，真的是他，所以是林毅一遍遍的私信求助。林毅，我写小说的事，除了被前世的林毅无意中发现，没对任何人说过。
念念只知道我在家工作，根本不清楚具体写什么，发在哪个平台。林毅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林毅也回来了吗？让我看看，是不是真正的你？好得很，原来早就不一样了。站住！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但你最好不要再做同样的事，也别在我面前玩什么洗心革面那一套。不吃。我没有。小易，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别碰我的事，更别去影响念念，我们就能相安无事到你高考结束，这也是你想要的，不是吗？但你如果再做什么不好的事儿，我只能和你爸妈商量。回不到从前了吗？我不想和婶婶只是陌生人。别碰我的事，不碰婶婶的事，不影响念念，陪着念念学习。对，陪着念念。这个林毅到底想干什么？可念念确实开心了很多，成绩也在上升。算了，到底还是个孩子。念念，最近表姐在房间里陪你，都跟你说什么了吗？表姐一开始想问我数学题，但她后来又说怕打扰我复习，就没问了。她就只是坐在旁边陪我写作业。妈妈，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以后不跟表姐走那么近了。傻孩子。妈妈不是生气，妈妈是怕你受委屈。只要我们念念自己高兴，那就好了。
妈妈，你不知道，表姐现在对我可好了，她不拿我东西了，还总给我带小礼物。哦，是吗？对呀，她说那些漂亮的本子和笔都是叔叔婶婶让她转交给我的。妈妈，我现在不讨厌表姐啦。算了，只要林毅身份守己，不惹事儿，不害念念，我就不会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去破坏女儿的心态。一切都等高考结束再说。至少在高考结束前，为了念念，暂时忍耐和观察是值得的。一切都等高考结束再说。听见没有，林建国，女儿都快哭出来了。当初让你好好说话，多给点生活费，你不听，非要耍那点小聪明。我那不是想省点钱吗？再说了，我以为大哥会帮忙说情的。说情？求着人家帮你带女儿，你那是什么态度？你那是求人的态度吗？现在好了，把人心伤透了，你满意了？唉，我知道这一回是真的把苏晴给伤到了。不行，必须得弥补。明天把工地发的那些土特产都装好寄过去，我再给念念买几身新衣服和文具，你记着，都让意义拿去给念念，就是我们送的。千万别让意义说是他买的，你那大嫂心里正不舒服呢。这段时间林毅是分手己，默默做家务，偶尔还会悄悄给念念准备水果，整理书桌。上辈子是他坏，可这辈子他确实没再害过人。妈妈，是谁啊？是你表姐学校的老师，她在学校有点事儿，妈妈过去一趟，你在家好好看书，别乱跑。妈妈放心，我会乖乖的。这是最后一次了。你是林毅的婶婶吧？是想和您谈谈学习问题。老师，我知道您为难，但学习上孩子最近一直很努力，可能只是一时紧张。这样，我带他在学校转转说说话，缓缓心态，您看怎么样？那也行，只是还是要多注意，考试越来越近了，不要耽误了呀。学习太吃力了吗？最近是有一些不懂的地方。如果很吃力，也和父母商量一下，不能看着你一天天这么难受。婶婶，谢谢您，我以为你不会再想管我了。林毅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只要你是一个好孩子，我不会看着你一个人有难处的。我记住了，婶婶，我记住了。回去和父母商量一下，如果钱不够，以后在学校也要多问问同学、老师，知道吗？婶婶，谢谢你，我一定会更努力的。我今天到底在做什么？上辈子被他害得那么惨，我竟然还去学校维护他。可最近他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，看到他那样，我还是做不到完全不管。
算了，到底还是个孩子，何况不帮他，念念和他走那么近，也会被影响。念念，别怕，我们查分了。妈妈，我不怕。念念考上了，我们考上清北了，还是你最想去的专业。妈，我做到了，我终于做到了。内心哽咽，上一世你擦边险进，只能将就冷门专业，委屈了4年。这一世我护你安稳，断了所有纷扰，让你心无旁骛。我的女儿终于得偿所愿。谢谢了。嫂子，谢谢你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小姨能考上1本，我们做梦都不敢想，全靠你收留照顾。以前是我不对，说话不过脑子，给你添了大麻烦，对不起。嫂子，我们知道错了，真知道错了。以前是我们自私、抠门、不懂事儿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过去了，孩子考上大学是好事。现在我唯一在乎的念念顺利考上了心仪的学校，日子和前世完全不同了。春光太好，我再也不要在痛苦的过去挣扎了。苏晴啊，你可真有福气！念念是市状元，林毅也考上了1本，你们家是文曲星下凡啊！孩子们自己争气。说得真好，接下来让我们用同样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另一位优秀的同学林毅。大家好，今天除了想感谢我的父母和这1年来像亲姐妹一样照顾我的念念之外，我还想特别的谢谢一个人，我的婶婶苏晴。以前是我不懂事、自私、敏感，还爱钻牛角尖，做了很多误会婶婶、伤害婶婶的事，也说了很多让您伤心的话。婶婶，我真的很后悔。谢谢您这1年多来收留我、包容我，没有跟我计较。我向您保证，以后我再也不会糊涂了。我会把您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，去敬重您、孝顺您。这孩子真是长大了，懂事了。苏晴，你没白疼他。如果你早些醒悟，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？婶婶，我能跟您单独说几句话吗？婶婶，我对不起你。之前我在网上发过帖子，就是那个林间有意的账号是我注册的。我故意拍那些看起来很委屈的照片，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，模糊事实，带节奏，让那些根本不认识我们的人误会您，苛待我，欺负我。后来我从我妈那里知道了真相，知道了您以前是怎么待我的，我真的很后悔。我马上就把那些帖子一条条全都删掉了。我跟那些骂您的网友姐跟他们吵架，可是伤害已经造成了。婶婶，我做过这么恶毒的事情，我不求您能原谅我，我就是想要把这些都告诉你。
对不起你，真的对不起。他把自己曾经做的事全都说了出来，这一世当真是不同了。他怎么会突然坦白了自己做的篡事？惊天大瓜，知名作家苏晴抄袭事件迎来史诗级大反转。是苏晴老师的一位小读者联系到我，提供了这些关键证据。可是唯独一件事他没有提，我以为他只是个引子，没想到那个突然出现帮我解围澄清抄袭的热点博主，那个在暗处默默为我四处奔走求来转机的人，也是他的功劳。我曾辗转联系上那位博主，对方说是一个高3的小姑娘，坚持不懈地给他发了1周的私信，才最终说服了他出手。当时他只觉得是自己的书迷，却从未想过那个人会是林毅。前世今生，我何尝没有将他当过自己真心疼爱的孩子呢？或许他真的只是走了一段歪路，并非本性坏透。你今天能主动私下找我，坦白自己做错的事，说明你是真的长大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很高兴。从今以后，我就当多了一个真心爱我、敬我的孩子。珊珊！这一世，我终于不用再活在过去的阴影里。我有优秀的女儿，有安稳的事业，有圆满的人生。岁月静好，不过如此。